爷爷和2个年轻力壮的饲养员来到了乐园的树林里，砍了一根小树。3个人小心翼翼地将小树扛去福宝的园区，这是用来提供给瑞宝和辉宝玩耍的。将爷爷将小树固定好后，爬上小树，检查了一下小树的高度，顺便观察一下在上面的舒适程度。而周围还有媒体在给江爷爷进行录制。现在福宝一家在韩国可是巨星的地位，各个媒体都不想错过宝家的任何一个变化。一会儿，江爷爷忙完，来到了瑞宝和辉宝的房间。此时，瑞宝和辉宝正在啃咬竹子，姐妹俩现在的胃口和牙口都越来越好了。啃咬的竹子从小竹子变成了大竹子，而辉宝此时则正在妈妈身旁的竹子堆里玩耍。辉宝被竹子覆盖在身下，像是盖了一床硕大的竹子被子。第二天早上，爷爷来到爱宝房间，此时是9点半。爷爷来到房间，准备叫母女3个起床出门营业，因为爱宝乐园是10点开门，爱宝9点半出门，时间还不算太晚。一会儿爱宝出门后，这时才9点40分。此时园区只有江爷爷自己，姨姨们还没有赶到。辉宝出门就发现了小树的变化，爬到树上开始观察，而瑞宝这里正在练习从小树上掉下来的抗摔打能力。摔下来后还跑到爷爷身边，让爷爷不要笑。瑞宝提醒完爷爷，转头继续爬去。一会儿爱宝吃完饭后，也体验了一下新安装的小树。姨姨们被爱宝的动作和表情萌化了，既漂亮又可爱。晚上下班时，姐妹俩已经困得不行了。辉宝这睡觉姿势有种爸爸乐宝的成熟感。瑞宝睡着睡着突然醒了过来，瑞宝爬起来走到辉宝身边，凑在辉宝身边后又继续睡去。或许这样对瑞宝来说有安全感。辉宝感觉到姐姐过来了，顺势躺在了姐姐身上。辉宝和瑞宝这姐妹情深的样子简直不要太有爱。江爷爷在最新采访中讲到， 후보는 어떤 특정 부위가 이쁘다거나 그런 아이는 아니고요. 다 이쁜 아이예요. 江爷爷表示，跟福宝相处这么久以来，虽然印象深刻的事情很多，但是如果从中选一个出来的话，那还是福宝当时出生时令自己最难忘。福宝出生的事情，想必也是姨姨们最难忘的，因为如果没有福宝的出生，或许许多姨姨对宝家的了解未必有现在深入。江爷爷表示，当时福宝哭声响起时，自己真的感受到了这世上从未有过的感动。之后福宝慢慢的长大，抱着自己的腿，就像是一个挂件一样挂在自己腿上，交叉着双手环抱着自己的手臂。江爷爷表示，福宝给予了自己一种安定的感觉，这些都是感动自己的瞬间。当自己难过时，福宝还会扶着自己的肩膀安慰自己。当你和动物待久了，你会发现，你会从开始时看它像动物，慢慢的你会发现它会变成你的朋友，到最后它又会变得和家人一样。尤其是福宝，江爷爷表示自己和他的关系一直保持着如家人一样的爱人，彼此相互牵挂。但所有出生在海外的大熊猫宝宝都必须在出生4年后回国，因为成年后的大熊猫都是独居动物，需要开启属于自己的真正生活。江爷爷表示，为了过上适合福宝的生活，回国是对的。江爷爷讲述到自己面临这个问题时，也有过一段艰难的离别经历。江爷爷认为，尽力的与他们沟通，为之付出努力，并支持他的离开，这样才是对的。主持人问江爷爷，当离别数年后，自己再去看福宝，福宝还能认出自己来吗？江爷爷讲道，这个应该是每个饲养员的愿望。爷爷表示，福宝很聪明，福宝现在对自己的声音还是有反应的，应该会记得自己吧。看似简单的问题，实则很触碰爷爷内心深处，毕竟4年的感情是不会被轻易抹去的。宋爷爷将爱宝的胡萝卜递给瑞宝，让其玩耍，而宋爷爷则准备趁机打扫卫生。爷爷一转头，又看到姐妹俩挤在竹子里，先是给辉宝抱到了小滑梯上，爷爷抓着辉宝的屁股，给辉宝来了个倒挂金熊。爷爷怕姐妹俩给竹子搞乱，然后又从竹子堆里折了一根竹子出来。宋爷爷拿过瑞宝的胡萝卜，将竹子插了上去，这样方便瑞宝抱着啃咬。这顿操作给宋爷爷忙得手忙脚乱的。爷爷给瑞宝抱正，对瑞宝说，吃东西要面对着姨姨们。宋爷爷忙完，准备打扫卫生了。宋爷爷拿着工具来到小木床上，辉宝看到爷爷上来，激动的直接站了起来。看样子辉宝这是想和爷爷一样要直立行走。辉宝激动的扑向爷爷，去抢爷爷的扫把。辉宝想要帮爷爷打扫，而爷爷只想辉宝老实一点，不要调皮。辉宝在爷爷身边来回折腾，有着用不完的力气。而瑞宝这里则一直乖乖啃咬着胡萝卜，完全沉浸在了胡萝卜的美味中。而今天姨姨来看姐妹俩时，此时辉宝正在小亭子上玩耍。辉宝每天都在试着征服一下眼前的小树，虽然都没有成功过，但相信离成功不会很远了。辉宝今天尝试失败后，走向了小木床，姨姨也在后面跟了上去。
此时，爱宝正在小木床上吃竹子，瑞宝正在小滑梯上躺着玩耍。辉宝爬到小滑梯上和姐姐一起玩。瑞宝看到辉宝来了，转头查看，这时瑞宝的身子已经掉落在了滑梯上。调皮的辉宝趁机给姐姐推了下去，瑞宝丝滑地滑下滑梯，辉宝也紧跟其后下去找姐姐。姐妹俩相互陪伴的生活，姨姨们看了表示很治愈。姐妹俩在园区兜兜转转，又来到了小树前。从这个视角看上去，瑞宝和辉宝还是有色差区别的。瑞宝比辉宝稍微黄一些，辉宝抱着树干3两下便爬了上去。一会儿，爱宝在小木床上吃饱了，起身向姐妹俩走来。爱宝后背上满是黄渍，爱宝这是经历了什么？像是躺在了瑞宝和辉宝的青团里了，而且还是2块地方。但爱宝并不知道自己背后的样子。如果园区有镜子的话，这姐妹俩一定会迎来一顿胖揍。爱宝走到姐妹俩身边，给其挨个从树上拽了下来，表示上面太危险了，让姐妹俩不要爬太高。早上天上正下着小雨，但这依旧不妨碍姨姨去看福宝的心。姨姨坐着公交，打着伞就来了。可以看到，姨姨们的装备都很齐全，有的甚至直接穿上了雨衣，这样更方便拿着拍摄设备。园区开门后，姨姨一路快跑，迅速到达园区。不过此时园区已经围满了人，而园区里的瑞宝和辉宝正在小树上玩耍。瑞宝早早的就爬了上去，而辉宝此时正往树上爬去。瑞宝趴在小树上阻挡着辉宝上来，表示这棵小树是自己的，让妹妹再去找一棵。瑞宝霸占了整棵小树，辉宝无奈只能在横在小树上的独木桥上玩耍。辉宝抬头啃咬着身旁的竹子风铃，看来爷爷们需要再为姐妹俩多增加一棵小树了，不然姐妹俩会经常为了小树打架。辉宝慢慢滑下小树，打算给自己换条路，试着从后面偷袭瑞宝。而此时隔壁的乐宝也正在室内园区营业，大概是因为外面下雨，爷爷们怕乐宝淋湿身体不容易干，导致感冒，同时还会给身体弄得脏兮兮的，所以便让乐宝在室内园区营业了。而这时辉宝这儿正趁瑞宝不注意，悄悄往树上爬去，在辉宝奋力的攀爬下，很快便爬了上去。当瑞宝发现辉宝时，辉宝已经来到了瑞宝身后，瑞宝倒挂在树缝里，像是卡住了，上也上不去，下也下不来，很是尴尬。而爱宝这里从出门口便一直在安心的吃竹子，对于姐妹俩完全是散养的状态，爱宝根本不会受其影响。最后姨姨走时，姐妹俩都挤进了树缝里，交叠在了一起。不过辉宝头朝下，正在被瑞宝一点一点往下踩，现在就看姐妹俩谁坚持的久了。今天是福宝出生的第1100天，为了纪念这个日子，江爷爷今天给福宝带了一束鲜花。江爷爷将鲜花放置好后，感觉这些竹子应该不够福宝吃的，便返回去又给福宝抱了一捧过来。之后江爷爷将一根竹子插在了小亭子上，然后将自己准备的鲜花插在了上面，这个画面感瞬间就上来了。爷爷不断调整这鲜花的位置，爷爷既要美观又要牢固，最终达到10分满意后，爷爷才离开。但走到一半，爷爷又回来了，又将竹子往外放了放，可能觉得刚才的位置福宝坐上去后会不方便吧。经过爷爷反反复复的调整，终于使自己满意了。一会儿，福宝从通道里走了出来，福宝绕到小亭子后面，先是观察了一下小亭子上这漂亮的花束。福宝来到小亭子上后，对爷爷放置的鲜花仔细的闻着。福宝确认安全后才坐了下来，但由于动作幅度有点大，给插着鲜花的竹子碰倒了。福宝爬上前去闻了闻，感觉这束花不能吃，便直接吃起了竹子。而爷爷放置在花束里面的胡萝卜，福宝也没有发现，这让在室外观看的爷爷有点尴尬。爷爷看福宝迟迟没有发现，于是来到园区，将鲜花花束给福宝放在了怀里，跟福宝说记得吃上面的胡萝卜。福宝这时才发现，原来花束里面还有胡萝卜。与此同时，乐宝也收到了爷爷送的鲜花，就在乐宝的头顶上。乐宝对这个鲜花很满意，乐宝吃竹子时还给头顶的鲜花拿过来闻了一下。乐宝是懂情调的，而另一个则落在了乐宝的耳朵上。乐宝这个样子像是一个漂亮的大姑娘。